切呢，拢是从心生出来的。咱的心啊，都甘话说啊，无为而不话，就是讲，咱的心，亲像一个真正的熬画图的人，无有一种的图，毋是咱人去画。所以，咱的心甲迄个真熬画图的人共款。你想要画啥物画，只要你心想呢，那画就成啦。共款的意思，真正一切为心啊。有今仔日的主题，就是伫迄个一念心起，嘛是一念心啊。第一个念心，也就是我还未出家以前，我的老爸忽然间的往生，足唔甘的，所以我就去寺院为伊做一场的佛事7天。伫这个7天的佛事内底啦，我就对着遐个师父安尼念经。伫咧念这个龙凤禅的时，那我忽然间啊，感觉着讲，佛教的教育是遮尔正好，佛教的理念是遮尔正超然，尤其是呢，人生是遮尔正短暂，是遮尔正无常，尤其是一切用心去做罪。作业，才来得了这个因缘果报，来受了这种人生苦难的折磨啊！那会当将这个理念呢，来教育所有的人，会当互人人知影，咱起心动念啊。起步动作啊，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，应该来教育大家人，爱定定警惕家己的心，毋通去做着恶，毋通去种恶因啊，结恶缘啊，才袂得一个恶果。所以我一直一个心愿，要安怎会当甲这个佛法呢，真正推入了社会，这是第一念的宗旨。落我的心是一棵的龙凤禅。再来，我有一天就问一间寺院的主持师父，问伊讲：世间什么款的查某人是上幸福的？伊应我一句。棺材哪会掉的？这个查某人是上幸福。实在我无法度通我了解，所以这位师父就甲我讲：你若袂了解，你转去想，想甲你想会通迄当阵，再来甲我讲。我真正就很用心的想。提菜男子的女人最幸福，有什么幸福吗？我感觉讲，我逐工伫咧提菜篮，逐工走去菜市场，我感觉很烦恼。为什么？哪会讲换菜篮会掉的人就是上幸福啊？但甲迄一早起，天光早起买菜的时，菜是已经拢捡好啦。总计算落来偌侪钱，我就将袋仔内呢抽出了所需要付菜钱的钱，安尼抽出来时，忽然间啊，其他的钱哗啦啦了就落落去啦。啊，有纸票，啊有银角啊。迄个时阵呢，我忽然间啊，头壳底一亮。哦，我知影，什么叫做棺材哪是上有福的人？我赶紧就钱去捡咧，啊，该付的付咧，那
就好卖菜的人甲我载转去，我呢就走去即间寺院，就是智慧寺。我一入门，我就甲讲，我想通了，我终于知道了，什么叫做提得菜篮的人是上幸福的。我已经知影啦。那这位主持师傅啊，就讲啊，你想通的理由是啥物？我就讲，你讲的意思是毋是讲，一个查某人，若会当掌握即个家庭的权啊，安尼就是上幸福的，对毋对？就讲对啦，终于你想通啦。我就讲，安尼有啥物好幸福？敢若棺材哪会调？敢若甲即个家庭的权掌握会调，安尼就是叫做幸福。安尼，即个人生是毋是足悲哀呢？伊就回答我一句讲：啥物人叫你出世？就是啊，女人。我讲我不服气呀，同样是人啊，为什么有这样的分别呢？实事呢，我若会当通为人类去付出，也是丈夫啊。这哪有啥物困难啊？伊就讲啊，那就祝福你呀。这是第2粒的经济，还有第3粒的经济，那就是我开始就伫这智慧寺来来往往，因为就是啊，伫平时啊年头，因就是拜法华经，啊，我有时阵就会去对因去拜法华经，上着法华经啊，满心欢喜，那种的喜悦啊，实在讲，无法度用语言来描述，真的真欢喜，真欢喜，就是这部的法华经。那么，因为法华经内底完全就是咧讲安怎去行菩萨道，人生的价值。那这人生的价值呢，就是会当好去付出的啦。要行菩萨道，很辛苦，很坎坷，你都要有法度通忍耐这个辛苦，这款的坎坷，你爱不断无所求去付出。总而言之，这部《法华经》完全就是伫咧讲行菩萨道的精神，甚至呢，爱有恒心，爱有耐心，甚至生生世世，甚至几十无尽期间，都爱保持这份的耐心、恒心。这就是这部《法华经》，互我真深的内心进入这粒菩萨道的境界。
讲吼，我少年的时啊，在少女时代，我对人生生命呢，嘛是有起着真多疑问。到底我安怎来生？啊，我是虾米款的因缘？哪会袂当讲在父母生落来，就伫父母的身躯边大汉？那还要辗转的，过着安尼的生活，家己呢嘛会感觉，伫迄个少年时代呢嘛会感觉到讲，到底是虾米因缘？那再来呢，就是嘛会一直感觉讲，生命从出生一直到大汉，一直到老。迄个时阵我还未看到佛经哦，但是呢，一直有一个疑问：为什么有小而少年，而中年，而老年，而突然间往生了？所以突然间往生了那一次，是给我上强的这个打击。西元1958年，823炮战爆发，中共炮轰金门，2小时内落弹4万余发，战火持续44天，中共发射了将近48万颗炮弹，双方隔海炮击，均损失惨重。10月23日，中美发表联合公报，美国同意协防台澎金马。1958这一年夏天，年轻的正言上人在俗家协助父亲经营戏院的生意，家境日益富裕。当时的台湾社会也逐渐安定，在一片祥和升平的生活之中，养父却突然间中风往生，令上人在俗家生活的整个世界仿佛从此崩毁。我的老爸呢？好好的一个人，忽然间中风，叫医生来看，医生诊断就讲血压真悬哦，就赶紧呢，该做一个痧，就降落来虽然降落来啦，但是呢，无医疗常识迄个时阵啦，就赶紧将迄个事务所要改。互伊转来厝里休困，经过了敢若安尼半晚安尼互伊起来，坐上3轮车，转去到厝里就袂落来啦。血压迄当阵呢，开始是悬，但是呢，安尼家半晚转来到厝里呢，血紧转去迄当阵咱拢毋知哦，就是感觉讲。哪会转来到厝的门口，骹骨都无法度好落来都迄人去扛到眠床里拢无精神医生过来啦，就甲伊讲哪会拄则你毋是讲血压降落来啦？伊讲就是减一句话甲你交代，迄当阵呢，你若互伊伫遐好好休困，写字了后呢？互伊血压家己降落来，安尼无定着伊会阁恢复。就是呢，写字好，我甲量血压有降落来，降真紧，无甲恁交代讲，互伊好好休息。恁阁互伊安尼行路出来门口，上3轮车，迄是50多年前的代志啦。所以伊安尼到恁兜的时，门口来，迄当阵呢已经脑溢血啦，本来是血压高，一路盘转来了，变做脑充血，意思就是裂开啦，
从安尼伫个眠床里呢，真紧，隔天光光的迄个时阵，伫我伫咧照顾伊啊，摸伊的手啊，伫咧用水，感觉手哪会安尼淡淡吼，啊，赶紧凉凉啊，凉凉凉凉凉凉啦，啊，我摸着安尼呢，赶紧用烧水啊，用毛巾啊。要来甲伊拭手，来甲伊捂烧，互伊甲拭手吼。啊，哪会伫手里呢？啊，手甲牵起来的时，望着即个妹啊，啊，哪会真大个跳，突然间全个拢会点去。所以呢，我的老爸是伫我的手里呐，安尼断开去，因为我手望着伊的手吼。啊！伫咧甲拭手的时，所以安尼呢，伊妹点去啦。这伫我的内心呢，迄个冲击实在是足大的哦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，人生怎么这么无常呢？在昨天的这个时候，还跟着我们谈笑啊，还要为事业到办公室去啊，只是头痛而已。我是想，在办公室很吵，为什么不让他回家呢？我们的3轮车的车夫请他来，就把他载回家。这个主意是我出的啊，各位。可想而知，那个时候我心里是多么的纠缠着，非常的痛苦。所以爸爸往生以后呢，就看到了，昨天好好的，今天往生，那2天后呢，就开始把他送出去。那个时候呢，都是一般的人，就是看日嘛，都看到迄日，就是一定爱出来。所以呢，前后还不到3天。而且呢，把他送到了，给埋葬好了。回来的时候啊，雷声、风声、火声、大雷雨啊，我心里就想：爸爸，谁跟你作伴？现在在那个地方，雨那么大，雷那么大，风那么大，谁跟你作伴？人生就是这样嘛，就是无常。那个时候呢，我说奇怪，那都哭不出来，为什么大家都哭得这样子，我为什么眼泪都哭不出来？那个时候心拢空起啦，真的都哭掉了。因为呢，最疼我的就是爸爸，所以于是要去甲阮化验。啊，是要创啥的？就讲啊，阮就一片壁安尼拢害去，然后叫庄阿姨就车去呀，马上就安尼去。他是一个好人，真的是一个好人。那为什么？底安尼，他也胖胖的，也是很身体真好，都毋捌听伊讲安怎，敢若讲头痛，安尼尔点，我叫医生来，马上血压太高。就跟他安尼样，所以这种的生命的脆弱的奥秘，那种的无常，尤其是呢，就说明他也有明，说爱他也有爱，但是呢，隔了1天呢，就安尼浩浩荡荡的，虽然呐，迄天西公嘛，甲做甲足热的啦，那观察嘛买足好呀，总是呢安尼呢，都转去呀，都出去呀。埋掉，伫迄个时阵，我一直感觉到讲，生命到底伫人生的价值是啥物？啊，生命伫这个人甲人的中间那一份的情是啥物？所以这种情，我突然间呢，体会到人生的情。你看，最好的爸爸，最好的老板，最好的丈夫。最好的朋友，
他往生了以后，留不下2天，就把他送走了。这都是人间的情，就是安尼尔定嘛，就是这样。就觉得地位对一个生命也是没有作用，有钱也买不回来一条生命。人啊，到这无常的关键啊，实在是万般无奈。你知道吗？有的人啊，看到什么还会哭啊哭啊，碰到一些什么就是喊啊叫啊哭啊，我都会说那还好，他会哭，他会叫。我感觉讲能发泄出来的那一种的悲还好，真正是到那个悲伤的时候，真正的悲呢，伤到心啊，实在是喊也喊不出来，哭也哭不出来。我7天的时间呢，没有滴一滴眼泪，我的心都空掉了。真的在7天了以后呢，心静下来了，才开始呢哭，才开始知道我要怎么样去追求，怎么样知道我爸爸现在在哪里。也就是有这么一个念头，开始在追啊，我要问出我的爸爸现在在哪里。为了寻找父亲的去向，上人接触了佛教的寺院以及基督教、天主教的圣经，然而始终没有得到答案。不过在后来对于经典的逐步深入中，上人找到了生命的方向。后来我去探讨，后来我去问，我就问到了一位妙广老法师。那个时候他已经60多岁了，他那个时候是在丰原，就有人常常介绍他，跟他说，我们丰原有一位孝女，因为呢，我爸爸还没有往生的以前，他有很多的老朋友啊，这些老朋友呢都很喜欢我，啊，他都说我很孝顺，所以大家不以我的名而称呼，他都会说孝女。每一次这些老人家来啊，他都会先问：号路的多位呀，号路的多位呀，就是有这样的外号。所以呢，这位妙广老法师常常听人提起了我这个有这么一个人啊，当时我已经受洗了，他呢就认为常常就是会。要人去把我渡过来，但是那个时候我只是受洗而已，事实而已，因为是为了我妈妈的身体，我发愿受洗。那么这位老法师一直的认为说，这个女孩子不错，她就想要把我渡了，但是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做佛教。我也没有兴趣，只是到了我父亲就是往生了1个礼拜以后呢，我才想到说，我爸爸现在在哪里？这么疼我，这么爱我，我爸爸在哪里？那么的突然，他现在在哪里？我就不断在寻找，不断在追问我的爸爸。这有一天，我就想到了。常常有人来对我提起了这位妙广老法师，
他在丰原寺在讲一部经，就是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。那这一本经里面呢，都在说人做什么业，死了以后就到什么地方去，不管是上天堂下地狱，在这一部经里面呢，都会有描述。也常常听人说，今天晚上已经呢，老法师讲到哪一段。那么那一天呢，我突然间想起了，我说对啊，我要问我爸爸到哪里去，我应该呢就来问这位老法师。那我就骑了脚踏车，就到了丰原寺了。我记得那一天刚好是黄昏。那我进去的时候，里面有一位师父，他看到我，他认识我，他说：“啊，你今仔哪会这罕行来哦，较紧哦！啊，老法师一定足欢喜的哦。”我就跟他讲，真的，我现在就是要来见见老法师。他就赶紧去叫啊！我还听到他的喊声，他就说：“较紧哦，老法师啊，你等下伫咧念迄个号路来咯。”伊有代志要找你哦，他就在里面啊，就应声哦，我要，快紧出来了，很慈祥。他呢，第一句话就说：“你回来呀？”感觉到很奇怪啊，我又不认识你，你怎么说我回来了？不过呢，这一句“你回来呀”，这一句话呢，很亲切感，虽然就感觉到说很奇怪。不过呢，那种的你回来好贴心哦，尤其是在寻找爸爸，看他很慈祥啊，就有一个爸爸的那种的感觉啊。他还说了“你回来呀”，好温馨的一句话。那我就问他说：“老法师，我今天来就是要请教您。”他说：“有什么代志你紧讲啊？”我是等你真久啊，他还不会忘掉了这一句话。我就讲阮老爸往生今晚已经第7天了。那么阮爸爸现在去倒位呢？他一听了就停了啊，就是短暂的时间停。后来他就说：“恁爸爸去倒位我即摆嘛无方便回答你啊。你先摕一本书回去看。”他就拿了一本书，我很记得这一本书的名叫做《改革科仪》。摕着这本《改革科仪》，他就说：“这一本书你拿回去看。”你就知道你爸爸到哪里去了。我就赶紧把这本书接来，回家开始就看了，反反复复的看，我还是不知道我爸爸到哪里。这一本书里面，在我当初的体会，因为那个时候是很幼稚，就什么道理都无，真的里面呢，什么道理都没有，也没有一个结果，只有开头没有结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本书每一句每一条都是说无常都是有开头的无常，没有结尾的无。什么叫无常？比如说偏祖恁知影无？那寿长800多伊的寿长800外，结果要死，也爱死啦。什么九宗富裕他富有天下，财产很多，但是呢，结果也爱死。楚霸王上勇，他结果也爱死。那么上五上水，他结果也爱死。他的结果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的，他就是说结果
在那个时候的年龄，我真的是不懂，只是呢，头脑里面最清楚的就是无常，无常。不过这个无常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从这个时候开始，我就追求了无常。我不要再追求我爸爸到哪里去，因为呢，问不出来的结果。这本经虽然不是佛教的经典，却也是呢，给我生命中一个真大的启示。虽然是心内得到这份的启示，不过，迄当阵伫咱的世俗内底这个老一辈的人都会去问人现在去倒位？迄当阵的世俗伫咧流行关录音，妈妈干妈妈，我应该爱叫阿妈。这个老人家，伊呢就去问转来的回答呢，是互人真悲痛的答案。伊讲，恁老爸讲对路往死城啦，关录音是安尼讲迄当阵，无信佛法的人，唔知影什么叫做佛法，但是呢，世俗这种真正的虚幻，这种的代志很奥妙。迄个时阵，咱无法度通去突破这种的心灵，迄种的恐慌，迄种的悲痛。所以伫这种的迷茫悲情的中间，我迄位朋友又来咯，就甲我讲，唔通悲痛啦。这种人既然是过去你一直呢放伫心里，遐尼正悲痛，唔是办法。若讲是对路往死城。咱紧来去服侍的，为伊做一场的服侍嘛。迄当阵，好亲像跋落迄个大雨中，得要沉溺落去。只要有人呢，等一个救生壳来，不管伊是虾米款的救生壳，咱拢会赶紧去甲伊救着。希望讲会当得到这个救生壳，会当得救。迄当阵伊心境好亲像安尼，听到我的朋友甲我讲，只要去做一场的服侍，也都会当该超度啦。我感觉讲安尼也是价值啦，我应该赶紧来去试验。从安尼开始，带我去啦，宏愿自分析。迄个师父开始就讲某人嘛对阮真照顾呢。迄当阵阮这个护灵人讲正心护灵嘛。伫迄个所在，即间厝呢，遐庄伊买啦，阮应该呢为伊来上一铺的龙凤参。龙凤参我爱安怎做呢？唔免啦，你干那来对拜就好所以呢，7天的时间，我伫寺院来对因上龙凤参。法师头前上经，我伫后壁看经啦。看完了一铺的龙凤参，
我终于呢体会到啦，万般带袂去，唯有业随身。安尼甲上经对伊有帮助无？无。对啥人有帮助？我，因为呢，往生下处倒闭啦，随着伊的业已经去啊。现在呢，是在生的人爱放下了，在生的人爱了解道理，所以呢，我所了解人生无常，我所了解呢，万般带袂去。亲像我的老爸，伊伫功夫了后呢，嘛算讲吼，伫地方上啊，嘛有一点仔头面啦。但是呢，又是奈何啊？虽然呢，往生了后，迄阵头是遐尼大，甚至呢，真侪人来请满地下，因为伊帮助过真侪人。但是呢，对伊有帮助无？也无啊。伊家己呢，就是业若尽啊，人间世缘尽啊，伊放下啦，他就轻飘飘的去啊。世间甲伊替伊搁做搁较侪呢，都无路用，干那一项。就是咱会当去付出啥物，所做的一切的好事，就是功德。所以，你当阵了解，生命在呼吸间，伫喘气的中间，看看遐尼勇，遐尼壮，敢若安尼脑充血、脑溢血，叫做中风。安尼就扭袂转来啊！人生无常，无常在哪里？业随身，什么业会随着什么身来？在梁皇场里面，我看懂了。7天，我了解了，人生无常，业随身。所以对我自己的行为，我知道一切都由我自己负责。在日常的生活中，开口动舌，或是举手投足，这一切呢，都爱我家己负责。这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的人生很谨慎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虽然我还没有出家，可是我的心呢，已经不在家了。我的心呢，已经脱俗了，已经脱俗了。因缘具足，我离开家了。我要寻找生从何来，死何去向。我要问的是生，因为生到底怎么生来我不知道，但是呢，我更要注重生活。怎么活？这个生我倒是呢，真去追求要安怎生活，要安怎活啦。所以我伫咧问的生，不是安尼呱呱对地的生，是我安怎要有生命伫咧活，我要怎么活？这就是生命。我在寻找生命的教义。
从此开始，我就想，我要修到什么时阵，才真正会当通觉悟？我要到什么时阵，才会当通把握我家己的性命？我无要去倒位，我绝对要去倒位。我好感恩，第一，遐个师父为我的老爸上一铺良福菜，多数我拢是伫迄个所在，对着上惨，对着歹惨，一字一字的上，一句一句的读，真正，迄个时阵，才真正心开意解。迄个时阵已经毋是伫咧为老爸超动，迄当阵呢已经是感觉到的，就是家己的心灵伫咧超脱。迄个时阵，我体会到人生无常，凡事皆是苦空幻灭，所以当阵。一直一步一步走入佛门的境界，一步一步向佛经的内底一直去探讨。好亲像我的生命，甲这佛法经文一直呢，就是要上契合。我一直就是执着伫要安怎样才会当？把这个生命情甲爱安怎来解开？过去迄段时间会遐尼真痛苦，就是伫咧找亲情不解。这个老爸忽然间安尼往生啦，伫这种的亲情的难以理解。迄种的迷茫啊，真正是苦不堪言。到甲会当通了解了后，绝对毋是讲一个人哇死一定就走去往死城。伫佛经的内底，就安尼讲：万般带袂去，唯有业随身。业呢，有善恶杂糅的业。所以，这当阵，我已经呢，甲我的老爸，我知影，无可能对路三步，因为伊平时做人呢，真正是豪爽。伊平时对人，真正是足有义的。偌尼真多人得到伊的帮助啊！偌尼真多人呢，受到伊会救助。我无相信伊是对路往死城，所以我心开啦，我也理解啦，我也知影亲情呢，本来伫人生好亲像一场的舞台，互相。相依这个业缘呢，来斗阵，我知啦。不过未来呢，未来我的人生，这个爱是要往倒位去呢？爱是要爱我家己呢，爱我的家庭呢，爱我所偏爱的人呢？用心思考，我感觉这都无简单。同款的一份的爱，我何不从小甲伊扩大呢？但是要扩大这个大爱，我必定呢
爱离开了小我的家庭，才有法度呢跨入了如来的大家庭。所以追求佛法的心决定啦。虽然环境无允许，不过意志已坚定，我感恩自分时的法师、修道法师，也讲自分时各位的上主师父，因成就我的道业。从这样开始，慈云寺就是我跑的地方啊！我天天啊，每天的早晨天未亮，我都到了慈云寺啊。就这样子开始，就是让我一个人生的方向。